Pop Tarot. Pop Tarot. Pop Tarot.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这一期影片的主题是二选一。那如果目前你们有2个选项在摇摆，不知道要怎么选择的话，那么这一期影片或许能够帮助你得到一点点小启发，或者是一些参考的信息点吧。那眼前呢有3张卡牌，那等你们选择好卡牌之后呢，还要想一下，一会儿会有左边跟右边2个分别代表你们的问题，那你们呢同时就要想好，左边是对应你们的哪一个问题，右边对应你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好，那么首先看一下选牌吧，这是第一组。这是第2组，这是第3组。好的，还没选好的朋友们呢，可以按暂停。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牌吧。Hello，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那你们选到的这张卡牌呢是火焰。那火焰这张卡牌，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火焰它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很有 passion 的，很有冲劲的。然后它有一个信息点，就是说，有时候每一个人他的能力、他的能量，可能不是外在给的，是你们自身内在所拥有的一个东西。那卡牌它的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有时候要往内去探究，看看是你们内在的哪一些东西去促使你们会有这一个冲劲，这一个力量在呢？然后这个力量是对于哪一些方面而产生的呢？那就是卡牌想要让你们去往自身探究的一个东西。好，这个就是卡牌的一个信息点。那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二选一的一个卡牌的解析。那首先呢，你们要选好，你们目前有2个问题，然后左边是对应哪一个，右边又是对应哪一个，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他们各自会有怎样子的一个信息点。好，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喽。目前看来的话，我觉得卡牌，它给到的信息点就是说，你们目前的状态其实还挺不好的，就是你们之前或者是一直到现在啊，你们是怎么说？心情上还是挺不太开心的，然后也是挺封闭自己，然后可能会不分朋友，可能会有，比如说睡不着啊，或者是比较难入眠啊，然后想很多，也比较的情绪化，或者是情绪低落，然后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压力啊之类的，嗯。然后感觉出来，其实你们是很想要，从这个状况里面出来。那或许你们这个想要从这个状况出来，也是跟今天的这2个选择有关。那我们就看一下各自的选择会怎样子。如果是选择左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话，呃，依照你们目前的话，其实你们如果选择左边，你们目前会感觉到挺丰盛的，也是挺满足的。
就目前来看。但是呢，它有一个状态，就是说你们是自己的满足，就是没有旁人。那如果你们是问感情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信息点，就是有可能是自己玩得很开心，但是对方是没有什么参与感的，就是对方可能不在你的身边会比较多那个时间，那就是你们就是自己可能过得挺好，但就是对方就是没怎么参与，或者是对方的摆在你们这个关系上的花在你们关系上的时间是没多少的。事业上的话也一样，就可能你们目前这工作做得还挺好的，但是你们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也是单打独斗的感觉，就是自己在奋战，但是就没有一些比如说小伙伴呐之类的同伴一起跟你们一起，也有可能是工作环境，就没有说很多那个战友可以跟你们一起，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如果照这个状态往下看的话，那其实你们这个方向以后是越来越封闭的，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们就独自一人走着走着就会越来越封闭自己，然后就是这个走向会束缚着你。就如果你们选择这一个方向这个方案的话，其实是不太能施展开来的。那如果是问感情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对方会比较的控制一点你，或者是你在你们的关系之中其实是不太有自由的感觉，或者是有束缚感的，然后是比较困住的这么一个状态在。那如果是事业上的话，就是说这一个方向这一种选择的话，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施展不开来，就有可能是你们自身的一些能力无法去展示也好，或者是你们可能有一些想法什么的话，但是就是无法的去完成，可能受制于多方的东西。然后你们也是就是如果事业上的话，我觉得你们选择这一个左边的话，你们的发展可能会有所局限。感觉。那看一下右边，右边的话，如果是目前看来的话，右边它目前你所拥有的资源其实是可能不太足够的，就是对比左边来看的话，因为左边目前你们是看着挺富足的一个状态的，那右边的话，你们可能是有一种像是要开拓，或者是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或者是进行一个全新的状态，呃，然后就是或者是要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也好，反正是一个全新的状态吧。所以但是你能看到这张卡牌，它后面有个狮子，所以说虽然你们带走的东西不多，但是你们自身的力量是很足够支撑着你们去完成这一个开拓的动作，或者是一个支撑着你去完成这个新的开始，你们是有这个能力去走这个新的开始的。那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们后面如果选择右边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新方向之后还是会有遇到一些新的机遇，新的机会，或者是遇到新的人的。那对方呢，就如果是那个机会或者机遇的话，也是很好，蛮好的，就是说呃会是你想要的，或者是说会是很正向的，然后是会让你感到开心的。那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话，我觉得那个人也是会让你感受到快乐，而不是说现在这种比较emo 的一个状态的。我感觉，如果这左右对比的话，就单凭卡牌来说，我是比较建议你们去考虑一下右边的选择，因为感觉它往以后走的话，其实是会有更多的
新的机遇、新的一些人啊、事啊会进来，然后你们的状态看起来也是蛮好的，就是蛮那个正向的。那如果选择左边的话，我还是觉得会有一点点受限，就是往以后走，然后就是你们是会越来越封闭的，或越来越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两个二选一的卡牌解读啦。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到你们的话，那就给我一个赞和关注吧。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拜拜。Hello，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啊！那第二组是秋分组，这张卡牌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更替的力量在，就是说，因为它是在秋天的季节，所以就是代表着像是叶子它变黄，然后掉落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张卡牌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更替，然后生命轮回的这么一个情况在。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把你的那些不好的、旧的负面的一些能量，就是放下，像叶子那种的，把旧的东西给不要掉。所以它就是有这两个信息点在。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的二选一卡牌的解读会是怎样子？那首先呢，你们要想好你们的两个选择项，左边是对应哪一个，然后右边又是对应哪一个？那想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读喽。好的。我觉得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目前可能是处于一个想要改变的一个节点，就是你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担忧或者是恐惧，或者是迟疑，不知道想不想要去改，又或者是你们目前是有一些情况是卡着你们不能够去那么快的执行这个改变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想要改变目前状态或者是情况的那个想法，应该是一个你们生命里面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的，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呃，比如说你们可能是想要换一个居住地啊，或者是就是转换跑道，或者是换工作，反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的节点。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左边，如果你们选择左边这个选项的话，我感觉你们可能需要得放弃一点点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小想法啊，一些小坚持啊之类的东西，因为我感觉如果你们往下走的话，这个左边这个选项，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规则、有自己的一套规定的、有自己的一套准则的这么一个地方也好，或是人也好。然后我感觉，如果你们想选左边的话，你就要按照他们的这么一套规则，或者是这个他们画好的这个圈的范围里面去执行，或者是去嗯合作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说，如果你们选左边的话，我感觉你们就得要，稍微服从一点点他们的一个规则体系。所以，那如果是问感情的朋友们的话，那我觉得对方可能就是比较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啊，或者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是不太会嗯去为你改变的，然后而且他可能就是说你得要听他们的一些这个东西，你得要去跟着他们的那个思维模式走啊之类的。
然后就是你们不能够太过于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干嘛，就感觉这个的话就是比较规范一点点的感觉。那如果是公司啊之类的事业上的合作啊合作方之类的东西也一样，就是说对方也是比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他们合作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有一点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要顺从他们的那个东西来走。嗯，但是我感觉对方应该就是可能是比较权威一点点的、大一点点的机构，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起码是很规范的一个机构的。也是，我觉得对方也是一个挺可信的一个人或者是机构，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你们选择右边的话，我感觉到你们的自由度就会提高很多，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我感觉，或者是一个新的方向，一个你们之前没去过的、没尝试过的一个地方之类的，嗯，然后我感觉到你们其实如果选择右边的话，你们的那些激情的东西，嗯，是可以那个你们的能量之类的是可以释放出来的，它是有这个空间跟平台去让你们展示你们的那个比如说力量或者是激情也好之类，或是你们自身的能力之类，它是有那个平台跟空间去让你们去展示出来的。那如果往下走的话，看得出来，是非常富足，就是资源啊什么的话也是非常好的，看出来就是很棒的一个结果。然后是要资源有资源，然后身边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去围绕在你们身边，就是你们不会是一个孤立的状态，然后身边是有很多人去友善的，然后是支持你的，或者是跟你一起打拼了之类的感觉。那如果是感情方面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比较的有一个自由度，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空间，去让你去做自己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去让你做自己，应该这么说。然后的话，对方也是，嗯，我觉得也是，比如说挺有资源啊，或者是挺有能力啊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如果是往下走的话，也是会非常的开心，而且物质上是非常有保证的，甚至有可能会是一个提升的状态在。事业上也一样。我觉得如果你们选择右边的话，你们不只会有一个空间去让你们去施展你们的能力，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们往下走的话，感觉上你们物质上也是会有一个提升，就是物质跟财产上面也是会有所提升的。好，那这个就是左边跟右边的选择了。嗯，那如果是比较稳固一点点的朋友们，而且是喜欢比较有权威一点啊，或者是有他们制度一点点的小伙伴们觉得尽管是服从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规则啊之类的也 OK 的朋友们，就可以考虑左边。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创新精神啊，然后就不太喜欢被人管着啊，然后是喜欢自由一点的小伙伴们的话，我就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点点右边。那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拜拜。Hello，第三组的小伙伴，你们好啊！那你们选择的这张卡牌呢是巫师，我感觉它有一点点像是塔罗牌里面的那个魔术师。嗯，这个巫师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睿智的一个人。然后这张卡牌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什么困难，你首先需要去注意的是你的身心灵，是你内在的东西。因为只要你把你内在你的身心灵给
管理好，或者是给照顾好的话，然后你才会有能量去对抗外在的一些困难啊、逆境啊之类的东西。那这个就是这张卡牌给到你们的一个信息点。那现在就看一下，我们第三组小伙伴们的二选一卡牌的解读会是怎样子呢？首先呢，你们要想好，你们的那两个选择，左边是对应哪一个选择，右边又是对应哪一个选择。那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读。我觉得第三组的小伙伴们，嗯，你们目前可能跟就是可能是人际关系上不太愉快，就是有可能是跟你们的公司或者是同事，也有可能是跟你们的伴侣之间，或者是跟你们的一些合作方之类的，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小摩擦之类的东西在。我感觉你们有可能，呃，这就是你们有可能想要换，比如说换个人啊，换一个合作方啊之类的，有这么一个信息点在。那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话，我感觉如果你们选左边，你们其实会有机会和好，诶，或者说你们如果是找一个新的人或者是公司啊、机构啊之类的话，我感觉你们应该也是，嗯，会挺愉快的，就这个合作会挺愉快的，或者是这个人你跟他相处会挺愉快的。然后，如果是还是不变是旧人的话，那我感觉你们两个就是会有和好，然后是或者是比如说谈妥了一些东西之后，然后你们就重新的继续合作啊，或者是如果是感情上面的话，那就是争吵完之后可能就是和好之类的，感觉有这个能量在。然后如果你们往下走的话，就看得出来啊。你们是能，达到一个物质的东西的，就是说，工作上的话，你们是能赚到钱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你需要付出多少，他才会回馈你多少，人也一样，就是你得要付出多少，他才能给到你多少。甚至我觉得左边这个选项的话，可能你们往后发展会有一点点不对等的东西在，就是你得要给他们什么，他们才会反馈你什么，然后呃，而且会有一个限制住的东西，就是说你们得到的会是有限的，就不会有一个很满的、更多的一个财富啊，或者是一个感情的回馈。感觉不会有一个更丰满的一个东西，它会是有一个上限的，而且这个上限应该是取决于对方的这么一个嗯感觉在。那看一下右边，右边的话，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开始。就我感觉这个东西你应该是可能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又或者说是对你来说是完全新的、陌生的，然后就是未知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可能就是会犹豫，不知道该不该选它。有这么一个信息在。然后，其实如果你们选择右边往下走的话，能看得出来你们将会非常开心的，起码那个情绪上，情绪价值给满，感觉出来。然后就是你们就会，而且我感觉会挺稳定的，
但是物质上的话，这张卡牌不算是能非常明显的透露出来，因为我感觉它还是以你的情绪、你的身心灵，我感觉是以这个为主，绝对是丰满的。好的，我刚刚帮你们补了一些卡牌，然后因为我想要看一下你们就是在财富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个后续的发展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左边，我觉得左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选左边，你们的情绪上会，或者是你们那个关系上，会是有一些反复横跳，就是时好时坏的一个，因为你们现在应该就是比较不愉快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和好的话，会有一段时间是平稳的，然后之后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变坏，就有一些争吵啊，又或者和好，再争吵再和好，就是有一个反复的一个情绪变化在。但是我觉得你们最终的话选左边还是能啊、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收入啊，或者是一个金钱上面的一个获得，我觉得还是有的。唯一要看的话，就是说会是比较自己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如果是选择感情上的话，我觉得后面你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反复的争吵和好，然后到后面你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会自洽了，然后就是觉得就这样子过下去也行，然后就是会就最后的感觉给我的一个信息点，就是有点像是自洽之后，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了，然后呃，就是可能就把重心放回到你自己的事业上，各自的事业上，然后就是还是能赚到钱的，但是看一下右边，右边的话，我感觉到它虽然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比如说赛道也好啊，或者是一个很新的环境选择之类的也好，首先你们肯定是开心的，我感觉。然后，我能看到你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不算是太过，有钱，或者是那个物质上可能不会是非常的一下子就非常的富足，对比那个左边的话，但是我感觉到它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就是你们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跟努力，然后后面我感觉你们是能走到一个很成功的位置或者是状态的，因为你们有这两张牌都是那个很好的，绝对是很富足的这么一张卡牌，所以我感觉你们是会，如果选择右边的话，你们可能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它不会来的那么快，你那个大丰盛，但是就是说你们需要去，有一段时间的去打拼，去努力，最后的话，我感觉你们会，会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甚至是会比左边这组，赚得多，我感觉。人的话也一样，就是说，如果选择一个全新的人的话，我感觉你们这个状态会是感情跟物质上面、财富上面都是会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左右两组其实它都不差，主要还是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好，那今天的二选一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